今天呢又是下雨，大家看我2周前种下的覆盖作物，还有冬豌豆，都已经出苗了，长得还可以，看上去一片绿油油的。这覆盖作物是好几种种子的混合，现在看上去比较明显的有黑麦、有萝卜、有豌豆、有羽衣甘蓝，里边还有好几种其他的蔬菜和花草。这覆盖作物就像它的名字一样，把这种裸露的地表都给覆盖住了。现在还小，等它长大一些就更明显了。我额外种的这种冬豌豆，今年也是像覆盖作物那样撒种子种植的，长势和出苗率不是特别的好。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它这种种子比较大，当时用耙子搂的时候有很多的种子，大家现在也可以看到它是在表面的，扎根扎的不是特别好。这边看着就更明显一些，当时用耙子搂的盖土盖的比较多的地方，出苗率就非常好，长得还是郁郁葱葱的。没有盖到土的部分，很多都干死掉了。明年呀，还是得用 low grow 埋土的传统方式种植，否则种子的浪费率还是有点高。我其实还是买了一个小型的播种机，今年没来得及试，明年春天可以派上用场了，可以用它来种豌豆、种玉米之类的，这样又会省种子，种出来的玉米、豌豆行间距又会比较均匀。今年因为特别忙没时间，秋菜种晚了，应该是吃不上包心的大白菜了。不过几场雨之后呢，这些白菜的整体长势还是不错的，长大了不少。再过一阵子把无纺布给它罩起来，防寒保暖，还能够再继续生长一段时间。这周末呢，我本来是计划把我的无花果树给种完，同时给菜园里边的果树喷点硫，除除病菌和真菌。但是一直不间断的下雨，也没法做了。这会儿天又放晴了，但是天空上边还是有乌云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下起雨来。一进入秋天呢，一到周末就会下雨，已经都成为常态了，真是耽误干活啊。今天呢，我就不带朋友们在我的大菜园里边逛了，还是给大家看看我们小块地是怎么种植的吧。也正好可以回答一些朋友的问题，如果菜园地不大该怎么种，种点什么好。我主要介绍3种方式吧，都是我和丽丽觉得非常方便省事儿的。最后再说说小菜园不推荐种什么菜。第一种呢，就是用菜床种植，或者说是用1米菜园的方式进行种植。这种方式一个比较明显的好处呢，就是既可以节省空间，又可以把菜种得比较整齐漂亮。你看这一个菜床里边，红菜苔、鸡毛菜还有娃娃菜的组合，看上去是不是还挺漂亮的？这些红菜苔是移栽过来的，鸡毛菜是用种子直接散播种植的。这菜床周围呢，要是再有点花花草草，整体看上去的感觉就更好了。当然我这儿啊，今年是有点欠打理，过道的地方长了不少的杂草，还是影响了整体的美观的。看这些地方，我是用这种硬纸板给铺住了，这种还是能够比较有效的防住杂草的。等过一阵子天气凉下来了，也不那么忙了，我想我还是把表面铺上那种编织型的防草布，就像苗圃的处理方式那样，这样这些走路的地方就不至于再长出杂草来了。像我以前每隔1年或者是每隔2年就去整体上铺一次碎木的方式，感觉花的时间和精力还是太多了，有点吃不消了。铺碎木的方式呢，只要时间稍微长一点，就会长出很多的杂草来，而且长势还都很好。还是回到我们的菜床，我们这里边种的是4-9菜心，其实整体上种的还是比较稀疏的，主要是我们菜床比较多。这种菜心呢，如果空间足够的话，还是能长挺大个的。不过如果要是小菜园没有那么多的空间，像这种菜床的种植密度完全可以翻1倍或者是翻2倍。比如现在我这里边是3排，你要是给它种上6排，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同时呢，像这种每棵之间的间距，你也可以让它再密一些，完全没问题。或者呢，干脆就像这样撒种子调播密植。你像这种茼蒿还有小青菜，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先吃上一波的鸡毛菜，然后等它再长长，可以吃这种嫩的茼蒿还有嫩的青菜，再到后边就可以长大，可以吃大颗的了。这边的菠菜呢还得再长长，别看它们现在挺稀疏的，再长一长，长大点就会显得密了。而且菠菜是可以过冬的，非常耐寒。像这种小菜床，我们利用散播密植的方式，就可以源源不断的为我们提供青菜，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。这边这个菜床里边是野生出来的羽衣甘蓝，因为长的密度和长势都还挺不错的，我们也就没去管它，就让它自然生长了。现在这个大小已经可以掐下叶子来拌沙拉了。这边这菜床里边啊，长出了很多的杂草，特别是这种恶草，非常难清除。它的根系会扎得特别深，长得特别长，你把它清掉了，它还是会从根的地方再重新生长出来。要想彻底清除它们，确实得花点功夫了。
我其实并不是想介绍这菜床里边的杂草，这个菜床原本种的是萝卜，大家可以仔细看，还有这种红红的这种萝卜杆在。你看这地方还有这种剩下的萝卜小苗。这地方本来种的是一排一排的各种品种的萝卜的，但是全都被兔子给我吃光了。今年这些兔子呀、鹿呀，对我菜园的破坏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损失太大了。兔子是太爱吃这种小萝卜苗了，真是拿它们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还有鹿，你看这些菜床里边这种鹿蹄子印儿到处都是。为什么这个菜床里边鹿蹄子这么多呢？就是因为这菜床里边这边的一排种的是豌豆，看看现在已经几乎看不出来了，这些豌豆已经被鹿给我吃了好几轮了。你像这茴香小苗，因为有特殊的味道嘛，它们就一点兴趣都没有。还有这芝麻菜也是，我们人觉得它味道挺香的，有一股芝麻的味道，但是鹿和兔子根本就不碰它们。这边菜床的韭菜割过之后，只用了2周的时间，就又长大到了可以收割的大小了。这有2撮是2天前割过的，现在又冒出来了。这些长在菜床外边的，其实根系是很浅的，但是你只要给它施点肥，盖点堆肥土，也是能长得特别好的。我们这片种的糯玉米，玉米已经收光了，现在就只剩杆子了。玉米的旁边，原本这一片是长了3颗特别好的莴笋的，像旁边还有这种四韭菜心儿，但是莴笋呢，已经被鹿给我吃过2次了。仔细看一下，这被鹿给啃过的，几乎就是一点都不剩呀。等过一阵儿，它会从旁边再滋出新的这种莴笋苗来，那个时候鹿又会来一次，又会给重新啃一遍。但你像旁边这些四韭菜心儿，它就没有那么爱吃。我看了一下，只有这儿有1颗被啃掉的，估计就是吃了一口，觉得没那么香，就不理其他的了。现在这菜园里边蝴蝶呀、飞蛾呀还是挺多的，所以如果你要是种了白菜、娃娃菜呀，或者是萝卜呀，还有其他的十字花科的蔬菜，那可能你还要喷点 BT 或者是喷点多杀菌素，这样的话可以防菜青虫和毛毛虫。深秋呢，其实还是收种子的季节，像这种茴香的种子，我们可以把它采集起来、收起来，等着明年春天的时候用这些种子直接播种。出苗率那是相当的高的。我其实是打算明年把这些割茬茴香也作为我菜园的覆盖作物之一，给它们种到大菜园里面去。我是想用这些茴香的种子，把它引入我的大菜园，作为食物森林的一部分。因为我发现这些茴香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根部。你看它上面干了之后，根部还是会重新发出来，发出这种茴香苗，也就是说可以实现源源不断的自我繁殖。再加上这些种子，春天的时候繁殖出来的小苗，真的是可以做到生生不息，永远不断了。做食物森林的话，就应该尽可能选那些不用打理或者是维护成本非常低的品种。其实种菜久了吧，你去菜园里边随便找找，就会有好多的收获的。看看这儿，之前都没有注意到，已经长出了这么多野生的丝瓜了。像这种长得也还挺不错的。那边远处还有一个已经长老了的。这边呢，就是我们自己种的丝瓜了，还有2周大概就到霜冻日了，这会儿还能有收获，还是挺不错的。这品种是苹果丝瓜。那边还有一个白玉丝瓜，像苹果丝瓜和白玉丝瓜都是我们比较喜欢的丝瓜品种。这紫梅豆家里边只有我一个人喜欢吃，所以很少做，大部分都浪费掉了。这些都已经完全成熟了，又变成种子了。这是前些日子刚种下的一棵无花果树，还有一棵没种呢，那边有个坑正在挖呢。如果下午不下雨的话，我可能把坑给它挖出来，争取把这棵树也给种下去。这边还有2棵已经长成灌木的无花果树，以后有机会给大家介绍介绍无花果吧。接着咱们还是回到正题，给大家介绍小菜园种菜的第2种方式，那就是盆栽。我们盆栽种植其实不是特别多，但是每年还是会用花盆啊，或者是无纺布袋种一些菜的。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土豆，当然今年的土豆呢已经是收获了，分2批收获了。7月多收获了1次，然后9月多又收获了第2批。像这一颗呢，应该是当时谁往里边随手埋了1-2个小土豆，就是现在长出了土豆秧子。但是明显时间已经不够了，这应该是结不成土豆了，这是纯属的娱乐型的了。这一片是收获土豆的时候倒出来的盆栽土，当时是小朋友们来家里玩，我们作为一个娱乐项目，把种植袋连同土豆一起倒出来，让小朋友们在土里边挑土豆、挖土豆，最后挖出来的把大一些的他们就挑走了，带回家了。这边还有这种剩下的不要的小土豆，像这种小土豆如果埋在土里的话，明年春天也是会发芽的。
小朋友们来家里边还是挺爱玩这些的，捡土豆很开心，然后捡鸡蛋也是特别开心。来看看我们这一片在花盆里边种的莴笋吧。莴笋在花盆里边也是能生长得很好的，你看这些都已经开始膨大了。其实我们还是不断的会扒叶子的，尤其是拌生菜、拌沙拉的时候，或者是涮火锅的时候，都会来摘一些叶子。另外就是，如果你的花盆比较大一些的话，那莴笋相应的长得也是会快一些和更大一些。如果花盆比较小，那莴笋长起来也是相对慢点，个头也会小一点的。你看这刚下过雨之后，这叶子还是特别鲜嫩的。其实刚才介绍的那些在菜床里边种的菜，你选择在花盆里边种植，也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而且花盆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把它们放的离房子很近，随手就可以摘菜，然后随手就可以给它们浇点水什么的，也是挺方便的。其实盆栽菜呢，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灵活，你可以给它搬进搬出，尤其是在春天气温不稳定的时候，你如果遇到什么倒春寒呀之类的，那就可以把这些菜先临时搬到车库呀，或者是搬到屋里边去避避寒。像秋天呢，我们种的一些给冬天的菜，那就可以这个时候种在外边，然后天气稍微的再冷一些的时候，就可以把它搬到棚里边。当然这些菜都是比较耐寒的品种了。这个是胡萝卜，我们种的胡萝卜。胡萝卜把它种在棚里的话，在我们这区域还是能过冬的。明年春天可以收一些小的胡萝卜。我们还在这种小花盆里边种了点油菜心儿，这一般就是当我们菜苗比较少的时候，我们又没有地准备出来，就会把它移到这个盆里一部分。这些现在品质已经不好了，但是我们已经是掐这种菜心儿掐了很多次了。像这些用种子散播种植在长条盆里边的蒿子杆，那就长得鲜嫩多了。这些你把它掐来涮火锅，那味道是非常的鲜美的。也可以用水烫一烫，给它凉拌，也是非常好吃的。还有一些盆，目前现在里边还没种东西，丽丽是计划过一阵子里边埋一些大蒜，这样的话就可以随时收一些蒜苗来吃了。当然了，还有这种种在无纺布种植袋里边的黄瓜，这一批我们主要是用来做实验用的。这边还有冰菜和松花菜，也是我们在棚里边做实验用的。还有刚刚出小苗的这种耐寒的生菜。当然，这些菜过一阵子我们都是要搬到棚里去的。主要的一个测试目的就是想看看它们的耐寒能力，看看在入冬的时候还能不能有所收获。另外就是还想看看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再进一步改进我们的保暖措施。这边还有几棵花椒树一直都没有移栽，在无纺布袋里边已经待了好几年了，现在已经结满了红红的花椒了。这边呢还有点小菜苗，生菜、茴香、芥蓝还有菜苔之类的，也是准备移栽到棚里边做实验用的。其实只要保暖给它做到了，这些菜在入冬后还是能够生长好长一段时间的，有些菜还是能够越冬的。这样的话，冬天也就能有自己产出的蔬菜了。当然了，春天的时候我的一个大棚被毁坏了，现在只剩一个棚了，所以冬天的菜应该是很难做到自给自足了，一个棚是不够的。现在我又是回到大菜园里边了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小块地种菜的第三种方式。大家看我这一小片黑黑的地方，这儿有密密麻麻的菜，这些都是樱桃萝卜。所以所谓的小块地种植，就是我们在传统菜地的基础上选一小块地，然后把种子散播密植。其实这种方式是和菜床的散播种植很相似的，不过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，通常我们在这种传统的菜地里边找出一小块地方，那么它的土质和土壤肯定是没有菜床里边我们准备的土壤要好的。所以我们在种植的时候就应该尽量的给它表面混上一些堆肥土，然后再散播种子种植，否则的话可能出苗率就会大打折扣了。这种传统菜地散播种植的方式，可能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，你散播种子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埋土埋过深了，那样的话就很难发芽。你稍微的给它盖上一点点土，能够保湿就可以了。另外就是在种下种子后，长出2-3片针叶之前，一定要及时的给它浇水保湿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在大菜园里边散播种植的一些小青菜，都是种在把头的地方的。因为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能够把水管轻易的接过来，能够用花洒给它浇水。
这种方式种植，早期的话是一定要靠花洒来浇水的，或者是如果你那个地方经常下雨，那也是没有问题的。等到这些菜苗长大了，才可以考虑使用滴灌袋给它们进行浇水。当然，滴灌或者是滴灌袋呢，在霜冻日之后就不能使用了。不过我们这个区域一到这个时候，雨水还是挺丰富的，所以这个时候滴灌也是不用开了，即便是苗已经长大了的情况。最后就是快到霜冻日了，就要把无纺布的这种小暖棚给它支起来了。到时候这一片就会是3排用钢丝支起来的白白的无纺布的小暖棚了。最后，什么菜不适合小块地种植呢？首当其冲呢，当然就属玉米了。你像我这一片种了这么多的玉米，但是收获的时候呢，感觉没吃几顿就给吃光了。你像我们不管是煮甜玉米也好，糯玉米也好，每个人一对儿都是能吃好几根的。你要是种少了哇，那还真是不够。当然也没有必要像我似的种这么一大片。当然，大片种植的好处就是你真的是可以吃个够啊。还有一些菜，像是南瓜呀、护瓜呀，还有西瓜什么的，那如果是小块地的话，可能也最好就别种了，因为这些菜的占地空间也是挺大的，而且性价比不是特别的高。当然，如果你要是特别喜欢的话，那小空间这些东西也是可以种一些的，就相对的种少一点呗，肯定也是能有收获的。